两大迹象表明，日本又有大动作，进一步挑战俄罗斯耐心。美专家指出，日俄关系陷入危险的自由落体。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最近，美国在俄罗斯周边部署起了军事行动，让俄乌关系一度陷入紧张。外界担忧，随着美国过火的行动，俄罗斯会忍不住开打。在这个节骨眼上，大部分国家保持着一个默契，那就是尽量不去招惹俄罗斯，但还是有一个国家分不清现状，在作死的边缘反复横跳。这个国家就是日本。现有两大迹象表明，日本在不断挑战俄罗斯的底线。第一，日本公开对俄罗斯放狠话，称要对其军事有所防范。日本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紧张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其直言，如果日俄发生冲突，日本会不惜出兵，要夺得北方四岛。而针对中俄军演，其也开始自作多情，认为这是对日本发出信号，中俄想要联合对抗日本。第二，日本在军事武器上投入大量资金，并被指出是在同时叫嚣中俄。据日媒报道称，岸田首相在科技领域初步砸下5000亿日元，日本在卫星网的研究已经被搬上了日程，并在实施推进。有意思的是，该卫星除了在民事上的用途，还可以用于军事领域，能很好的对中俄高超音速武器起到制衡作用。相关人士对此分析，日本在针对中俄高超音速武器上的挑战很耐人寻味。要知道，日本做出这两个举动，根本不能解决日俄两国的问题，反而会是把俄罗斯给惹毛。扩军和武器研发已经在表明，日本正在做出相关打算，甚至是在往最坏的结果考虑。美专家对日俄关系进行点评，称两者已经陷入了一种紧张的自由落体状态。在他看来，俄罗斯军演对日本有着强烈的敌意，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坚称要坚决对抗俄罗斯。短时间看，双方关系不可能趋近于友好。随着北方四岛的矛盾凸显，俄日关系只会是下降。换个角度看，日本这很有可能是在实施一项大的计划。目前看来，美方是在对俄罗斯进行全方面的部署，但也受到了很大的局限。美军在黑海的行动看上去是在越来越偏激，但算得上是没有越过俄罗斯的红线，而两者矛盾也没有达到那种一触即发的阶段。说到底，还是缺一把火。日本加大拱火，让整个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在这一情况下，日本势必会向美国靠拢，从而将更多的矛盾引向美俄。对于中俄军演的不满，会是在向美国传递信息，想要后者介入，从而进一步扩大冲突。不过，日本和俄罗斯对着干，怎么看都是活腻了，这无疑是愚蠢的行为。日本就不怕哪一天翻车了，场面收不回来。俄印或谈论购入 S500， 甚至是 S550事宜，印网友热议，刚对中国叫嚣完，又要买入 S500， 印度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进行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简直是狂妄！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印度直接指着西方骂，斥责他们无理的行为。最近，印军也是不断踩在底线上，对中国进行叫嚣。印军参谋长直言，称其如果打算和中国对抗，必然会受到美俄两方的同时支持。印方摆出的这番姿态，无疑是让人诟病的。自俄美点出天下中美俄三分的局势时，大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影响，而印军这句话也被理解为是在笼络美俄两国，想提前寻求场外援助。自马克龙公开警告俄罗斯将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以后，大家似乎又找到了一个国际笑料。印度也许是飘了，也许是尝到了甜头，刚给俄罗斯送完钱，又将 S500加入购物车。印媒指出，印度在与俄罗斯谈拢 S400以后，打算在与两国会谈期间谈及印度购入 S500的提议，而这件事情被定在下个月。如果双方谈得融洽，到时候不只是购入 S500， 还有可能购入 S550。事实上，早在俄印达成 S400的协议时，就有声音传出，俄罗斯这是在支持印度。到底发生了什么？俄罗斯向印度提供军事武器，无异于间接帮助印度增强了军事能力。而现在印度又突然称要买入 S500， 甚至是 S550，这让人察觉到了点微妙。毕竟双方达成该协议，印度算是俄罗斯该武器的第一个客户。不过有一说一，这有很可能是印度的阴谋。无论是印军宣称俄罗斯会对印度伸出援手，还是印媒炒作俄印双方友好局面，大概率是在制造中俄矛盾。至于谁才是真正的受益者，不好说。毕竟从实际出发，印度又真的算得上是一个称职的冤大头。面对印度将要购入 S500的宣言，印度人热议。有人直言 S500的功能更加强大，可以击落军机、高超音速武器，甚至是低轨道卫星。印度如果有了该武器，无异于是锦上添花，可以为印军提供更多的力量。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来自美国的制裁，有人吐槽该行为，认为印度不应该总是把砝码压在俄罗斯身上，这无疑是让自身在研发这条路上更远了。换句话来说，印度万国造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与俄罗斯的交易反而暴露了印度的短板。总之，事情总是在不断变化，我们确实得提防。在现如今的国际背景下，利益似乎已经成为根本，无可撼动。根据印度的本性，墙头草，两边倒是经常做的事情。至于印度的小伎俩，确实是上不了台面，但还是得注意的是，坐山观虎斗。
美军重量级里根号航母或存在核泄漏，航母上的水兵工作期间意外死亡，为何说生前工作备受关注，引国人热议？敬请关注本期内容，了解详情。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为了能够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就不断派军舰航母到各个国家海域示威，而这样的行为也引起了很多国家的不满。久而久之，很多国家都开始对美国进行警告，但是美国非但没有听取意见，反而变本加厉。因此，美国类似于航母的重量级武器装备就成了各界观察人士关注的焦点，因为担心随时可能产生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近日美国里根号航母上的水兵离奇死亡的消息就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原因是有观察人士认为，该航母或可能存在核泄漏的嫌疑。据消息报道，近日美国里根号航母发言人道恩·斯坦库中校表示，一名来自美国籍的机械师在航母上离奇死亡，死亡原因目前还在进一步调查。被发现死亡的时候，该航母还在日本，而这名机械师目前年龄也只有20岁。据悉，美国里根号航母于2000年正式下水，是一艘美军核动力的航空母舰。而这艘航母也是美军进入21世纪后的第一艘入役的航母，名称的由来是由美国第40任总统罗德纳·里根所命名。虽说该航母服役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该航母有着先进的装备以及强大的战斗力，因此被外界认为是一艘美军的重量级航母。该航母在今年6月份也曾驶入过我国南海进行海上训练。值得注意的是，年仅20岁的美国航母水兵在死亡之前的工作引起了国人的热议。据消息报道，斯坦库在发表声明的时候透露称，该水兵此前是在里根号航母的核反应堆部门工作，今年也是他工作的第2年，也是他在海军部队的首个职务。对此，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如此年轻的水兵离奇死亡，身体正是强健的时候，而且今年也是他才加入工作的第2年。因此不应该与其他水兵有太多的冲突，所以不排除他的工作原因所导致这位水兵的死亡。也就是说，美国的该航母有可能存在核泄漏的嫌疑。这样的问题，美军应该引起重视。如果这样的推测有可能成真，出现大量的核泄漏的话，那带来的后果很可能就不只是让一名水兵离奇死亡这么简单了。总之，我们还是奉劝美国不要再妄图举行一些没有意义的航行来破坏国际社会的稳定局势了。有那时间，还是多去想想怎么解决一些美国境内以及美国的武器装备出现的问题吧。美国轰炸机密集飞临俄罗斯，为何俄防长声称这是在模拟对俄的核武打击？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近日，美国和欧洲频频传出俄罗斯即将入侵乌克兰的风声，而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也纷纷发声，表示要支持乌克兰抵御外来的入侵。驻欧美军的轰炸机部队已经派出了 B-52 和 B-1B 等轰炸机前往俄罗斯边境进行巡航。而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表示，美军轰炸机这是在练习对俄罗斯发起核武打击。美国称这是为了阻止俄罗斯继续进行军事扩张的行动，但俄罗斯对美国的言行表示了斥责。绍伊古表示，本月有10架美国的轰炸机在同一时间从西面的波罗的海方向和东面的鄂霍次克海方向朝俄罗斯逼近，明显是在模拟发起同步攻击。美军的轰炸机今年出动的频率远远高于往年。绍伊古同时警告，美军轰炸机的行动不仅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也会对中国构成威胁。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消息，美国正在要求扩充欧洲的战术核武的储备。注意，这里强调的是战术核武及低当量核武。战术核武的威力要远远小于战略核武，其攻击对象主要是对方的军队和军事设施，理论上不会造成灾难性的平民损失。至于为何要增加战术核武的储备，五角大楼表示，这是为了应对俄罗斯可能发起的入侵行动。俄罗斯已经在多个场合表达过会使用战术核武的可能。俄军表示，如果自己遭到大规模的攻击，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俄军不会放弃使用低当量战术核武的权利。但俄军同样强调，这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考虑的选项。战术核武的攻击目标也主要是军事目标，城市和人口聚集地不会是打击目标，但这依然引起了美国和欧洲的强烈关注。美军已经要求欧洲各个战备机场检查 B-61战术核弹的储备和安全情况，并要求北约其他国家的战机要做好在战时使用美国核武的准备。
绍伊古对西方国家炒作的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的说法表示荒谬，他斥责这是西方在东欧增兵以及军援乌克兰的无理借口。美国已经彻底从反恐战争中脱身，接下来美军的所有行动都会围绕着大国竞争的主题展开。面对伊朗那样的对手，美国还用不着全力以赴，但面对中俄，美国已经不敢再有任何保留。中国和俄罗斯都在抵御美国的军事压迫，虽然不会结成所谓的军事同盟，但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只会越来越多，包括联合演习以及具有战略意义的联合防卫巡逻等，都可以提升中俄抵抗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